这边总共有多少只吗？这几年来400多只，整个的房子是600多平，什么结构啦、安全性啊，然后防火啊，对，全部都要做啊。那我会胸红白血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自己就有白血病。8岁的时候，医生就说我应该活不过35岁。好，我们要先把食物送进来了，猫咪已经在等了，你看都在桌上等我们了。天哪，我第一次觉得我好受欢迎哦。你想知道家里有400只猫咪是什么感觉吗？这里呢不是收容所，也不是宠物店，而是由爱心打造出来的猫咪家园。想要体验一下一次照顾400只猫咪的感觉吗？我今天就来体验，所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佩慈星系的主理人温姐。嗨，大家好。这边总共有多少只吗？这几年来400多只了，所以我们才会用400加嘛。可是姐，你是怎么从一开始然后变成有400多只猫？我一开始就是糖果，就是我弟弟给的，然后那糖果本身就有一个弟弟，他就是沈娟。后来员工捡到了一只猫，叫晴晴，这样就有3只。对，3只了。然后后来都有带他们去结扎嘛。所以后来医生就说：“那我有一只黑猫，要不要？”他说他送不出去，然后我就 OK， 就第4只了。对，第5、第6就是收容所，后来就都不是我的猫了，就是陆陆续续救援。那姐这么多只猫咪这样子，你记得谁是谁吗？其实我们猫咪都是有名字的，但是因为去年突然接了100多只，因为太多的爱爸爱妈突然过世，那一阵子的真的。猫量太多，来不及取名字。那原本的对，原本的话，我陆陆续续的，像那一只是爱，这一个是意义，这是棒棒，是很棒的棒棒，对，棒棒，所以它叫温棒，对，然后这叫瘟疫。在我们摄影师上面好久，这个塞奶好久，这个叫什么？我们都叫妹妹，对。哦，为什么它特别是妹妹？三花一定是女生，只有10万分之1是公的，对，它是妹妹。为什么他们都这么亲人？因为我们这边是至少一天有12个小时以上，请员工来做这些事情。不是志工哦，他们不是，但他们也是我们的猫友啦，就是愿意用少少的钱，然后帮我一起这样去照顾猫。姐，你这个整个占地其实已经大到跟户外已经很接近了。这样子这么大的占地怎么分布？整个的房子是600多平，但是楼下大概空地是200平嘛，所以等于是我们上面就有400平。以前就是个仓库很破旧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再把里面全部什么结构啦、安全性啊，然后防火啊，对，全部都要做啊，都有点把我们科技业的在做那个洁净室那种概念，把它套入。像这一间就有8个抽风的设备，虽然是沙漠地带，但它又很怕热，又很怕冷。对，就是你不能闷。然后尤其就是他们的感冒啊、病毒啊这一类的，对，所以你一定要随时抽风，毕竟这些都是资深浪猫，它还是可以保有它在外面的一些天性，到处有水，到处有食物，然后有玩具、有树、有高高低低这样子给他们玩，然后尽量就开始做分类。比较健康的啦，然后比较活泼的啦，就放在 A 区。然后 B 区呢也是健康的，但是呢可能就是给他们那个练舞场，就是先适应一下。然后呢 C 区呢是稍微比较害怕型的。那 D 区是因为实在还是有不合的嘛，还是有什么 I 人、E 人，对不对？1个月呢又再把 D 区又把它弄出来，里面还有艾滋区跟白血区，因为他们有玻璃。那个也都是有阳光的，尽量每一区都可以晒得到阳光。特教班的话，小朋友就是大部分身体有残缺，那这样子还蛮好的，这样就可以针对每一区的需求照顾。最近团队给我一个数据，让我非常的惊讶，也就是呢，非常多人看下班去你家，但是居然有70%的人都没有订阅。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下班去你家，而且你也非常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，现在就让我麻烦你一件事情，就是请你按下订阅吧。对你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们的团队来说，是以后能够做越来越好、优质内容的关键。温姐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
我们现在要准备他们的早餐。以猫咪来讲，它就是6个小时，它就需要进餐。我们家的罐头都是人食等级的，台湾的星巴克啊、Seven 啊、全家那些三明治啊，这些肉都是他们家的，他们母公司2代就是做了宠物这个部分。我们要加那个我们家的宠物超级营养粉，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来的时候身体状况都不是那么好，希望他们的体能啊、健康是维持在一定的基础之上。姐，我这样子办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今天变成美食节目了。好，我们要先把食物送进来了，猫咪已经在等了，你看它在桌上等我们了。天哪，我第一次觉得我好受欢迎哦。你这样子要养好多只猫咪，开销很大哎。因为我们做这个是公益嘛，买这些罐头什么的是要数量太庞大，去找了国外的厂商，跟他们谈配方，然后跟他讲说，其实很简单，全部要人食等级，不要添加任何的东西，1个月是200万。其实我们做这个品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先为了省钱。自己去制作的话，成本就省了30-40啊。所以我们真正第一批做出来就是花了14个月才做出来。我如果最骄傲的话，应该是我们的营养粉。很多爱爸爱妈都说是我们的营养粉去救了他们的孩子。我每个月补贴他们，就是你抓1只我就送你12罐，然后你抓2只我就给你24罐，所以你1个月有抓到4只的话，就有免费的2箱。那个保健品的补助上面给他们多一点，因为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开销。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，那你就只能靠营养啊，靠什么去帮助他们补充体力，然后让他们是受伤的伤口赶快好起来。我们第一个都是要先用这个，就是杀菌的，先杀菌1次之后才开始做正式的洗，会耗比较多的时间。一般人洗衣服，你家洗着2-3个小时，洗一拖的时候就要4个小时左右。先要放进去之前，我们会把它甩一甩，对，怕一些那个脏脏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把它丢进去。因为这些毯子踢起来会很重，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到处都是洗衣机，总共有几台啊？总共有5台。对，因为我房间也再多放1台，不然会来不及。再来就是我们会先放杀菌的，对，先放杀菌的给它洗一下。这要放多少？我们就放1汤匙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哪里都好像在做巫婆的那种？因为它都连续上去，对。那这样子挂起来，我们就会设定。那洗衣服我们就多用最长的时间去给它再洗一次。水位的话，我们最高，对，最高用6，然后边洗边流出去一些，对，去代谢掉这样子。好，那就启动哦。好。洗完之后，我们就要赶快给它晒一下。衣柜区里面还有那个除湿机，再把它放进去除湿一下，对。然后外面也有2台烘衣机，对。姐，你这样子每天洗哦？对，真的都快要可以成立那个洗衣部门，洗衣部门，不然会来不及这样子。好，就把它塞上去吧。姐，为什么每天有这么多要洗呀？因为猫咪啊，它们会打喷嚏啦，或者是它想要把那个小猫屋里面的毯子认定是自己，所以它就可能会去尿尿啦，或者吃东西吃太急啊，要像抢东西吃，它会呕吐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要收拾，基本上1天都要洗个6-7次，你还要干啊，所以我光毯子可能一般人家里面才10几条，我们是400多条啊，400多条哦，不断的一直买这样。你说他们有分类，就分区，所以你也会分区洗吗？哦，会啊，外面的话就洗健康的，然后这2台的话就是洗白血跟艾滋的，对，都会分开来，所以也会分开洗这样子。要是可以的话，可能连洗衣机都很想给它用颜色来区分，可惜没有人卖那么多种颜色啊。对，没错。姐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边是我们的白血区。那白血区的话，因为那个猫咪它们本身的免疫是比较差的，在猫界来说，白血就是基本上叫做绝症。所以很少人在收容白血。那我会收容白血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就有白血病，对，所以我8岁的时候，医生就说我应该活不过35岁。当我知道说哇，原来猫咪也有白血症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要给他们一个专门的收容的地方。对，一般
的人只要听到白血，就这个猫是他们绝对不会，然后医生也不救，因为他们一生病起来就整个崩盘式的。这件是什么？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眼镜很森严的地方？因为里面有一只新来的，它还比较社恐一点，所以就是让它先独立在这边。因为他们的底子比较弱，如果生病的时候也是会隔离，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们比较不会互相感染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一间的猫房都会有独立的在隔离区，所以我们白雪这一间的防疫要做得特别的周全。那这一台就是那个轻氧舱小台的哦，就每一区有一个，因为他们不适合到我们大台的高压氧舱去做，他们有自己单独单独在使用的。姐，我刚刚有看到那边的那个垃圾桶啊，它颜色不一样，外面是红色，这边是白色。备餐的碗颜色不一样，然后垃圾桶颜色不一样，然后洗衣机也不一样。对，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想法？看了一下很多的爱爸爱妈他们的环境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做法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他们会一直生病的原因是就在于交叉感染，所以我的抽风一定会做得很强，都会依照他们的身体状况，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会不一样。会特别去帮他们做一些调配，不要把人类的细菌带进来，也不要把跨区域的病菌带。你收的垃圾啊，要床单啊，要洗啊，这些东西都要分开来。哦，全部都分类分开。对，他们的碗就是陶瓷的，是白色的。那比如说我们收了这个碗，会知道说，因为它是白血，它要特别另外的洗。所以刚刚我们经过那个水槽2格的时候，一格就是专门洗艾滋的，一格是专门洗白血的。然后我们在备餐的时候，那边不是有3格吗？那个就洗健康的，尤其是艾滋跟白血的小朋友，应激啊、压力啊这一类，你要帮他们做排解。温姐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我们浪猫公益送养中心，佩慈心系萌宠学院，小时候就捡到的啦、救援的啦、亲人的，然后我们就会放在这一区，喜欢猫咪的人来看看，如果觉得还不错，他们就可以有认养的机会。刚刚那边的猫猫是不能的，因为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老病残，就只有我们可以给它每天都是用营养粉啊，请专人去照顾它们，这样可能会比一般的饲主会更好一点。姐，你是不是要送我一个礼物？哦，对，这一个的话，帮助很多的宠物。走失的巡回率是可以提高的。今天在竹东被人家扫到了，然后在横山被扫到了，对，它是可以的。追踪，对，只要有人去扫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以追踪的。那样比较好找。协寻率尤其是半夜的时候会差很多。为什么会建议你们要来申请的原因是在我们带它去看医生，会带它去散步。好，狗狗会去散步嘛，然后你看，尤其是猫，我们平常一定是把它放在外出笼，把它弄好。可是猫是非常容易应激的，所以有一些很特殊的，听到狗的叫声或者有人放鞭炮，嘣就跑走了。那如果它身上有这个，它本身是亲人的猫，它终究会停顿下来，它也需要想要有人寻求帮助，这个就可以帮助到它们。如果我们捡到猫咪的话，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？家里面还可以的话，我是觉得1只2只呢就收编起来了吧。看到这么多可爱的猫猫又亲人，其实回家是很疗愈的。这些小朋友都是我们从小养到大的，就真的就是很亲人。有哪些事情你很想要改善，但你觉得现状可能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的，你想要努力的？一直在改善的流浪动物啦、动保啦，甚至野保，我也都有去抓那些案子嘛，提供经费啊，帮助那些动保团体去破案啊什么的。我觉得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，第一个，我们抓了案件证据，越南移工吃台湾的狗猫，光狗猫就1900多万，所有的证据还有8个冰柜的肉，警察跟着我们2台车去。警察去了，然后呢，人都抓到了，在那边4个小时不做笔录，不把那8个冰柜的东西扣查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抓动保的时候，这些案件的时候最无力的地方，比较气馁的地方。很多事情其实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啦，然后在抓渣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没有那么多的前辈一直在做，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路，大家应该要做下去，赶快把这些流浪犬猫的数量把它控制好。你对猫咪还没有想要做什么，你还没做到的？其实我有买了一块地，1300多平，我可以让他们这边奔跑，我把它盖得像高尔夫一样，把它整个都稍微封起来。你想要的是在空间更大。听到你的愿望之后，很期待你再扩展一下你的那个宇宙，然后我们再有机会再去看看。要再来哦。对，好，拜拜。谢谢。